主子抓紧，前面没路了！这是什么暗器？平阳县不是被屠城了吗？折子上明明写着赤地千里，满朝文武难道全是瞎子不成？主子，刚才那一声巨响绝非暗器，百步穿杨且不见箭矢。城墙上那些人手里拿的铁棍，定是妖物。陆大人，您别管什么妖物了，快把奴才拔出去！这烂泥成精了，咬着我的腿不撒口啊！这肯定是妖法的阵眼，要把咱们活埋了呀！看看城门口那些推车挑担的百姓，这叫妖法，这叫屠城！好啊，欺上瞒下，把一个繁华强镇硬生生说成人间地狱。若不是我亲自跑这一趟，大元朝的江山都要被这帮硕鼠搬空了！干什么干什么？哪来的睁眼瞎？没看见路口立着水泥未干、禁止通行的牌子吗？我这刚铺好的100米水泥路，全让你们几个糟蹋了！大胆狂徒！你把平阳县的真百姓藏哪儿去了？城里那些妖塔是干什么用的？从实招来，否则一剑封喉！哼，脑子有病吧你？拿铁片子吓唬谁呢？赶紧把腿从里面拔出来，这叫水泥。等风一吹干，硬得跟石头一样。你们踩坏了得赔钱。赔钱？你让我赔钱？你知不知道这天下是谁的？我管你是谁，天下是皇上的，但这路是咱们林先生出钱修的。破坏公共设施，违反平阳建设治安条例。看你们穿的像模像样，要么赔2两银子，要么跟我城管大队。陆正，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清，可连在一起，什么是公共设施，什么是城管，你听懂了吗？主子，这厮面对剑刃面不改色，吐词又如此古怪，莫不是中了那林墨的夺魂咒？林墨，好一个平阳县令，能制出这种凝固如石的灰泥，能造出喷吐云雾的巨塔。小伙子，给他银子。给，2两银子买这坑泥。看你们像外地来进货的商人，进去吧，顺着这条水泥路一直走，别再乱踩了。进了城，保管让你们大开眼界。陆征，收剑，随我进城。我倒要亲眼看看，这位把兵部耍得团团转的林墨，究竟长着几个脑袋。刚出锅的肉夹馍，正宗黑猪肉，肥而不腻。你这锅里煮的什么迷魂药？快从实招来！大清早的在这发什么疯？我这是五花肉，什么迷魂药？你见过这么香的迷魂药吗？你们是从外地来的吧？买个馍不？咱们平阳县的特产，保证你吃了一口想2口。你这饼是用纯白面做的，没有掺杂麦麸和米叉。客官，你这是骂人呐！咱们平阳县现在谁还吃掺沙子麦麸的黑面呀？麸都是喂猪的，这可是高产小麦磨出来的特级粉，香着呢。陛下，这肉闻着真香啊！就算是断头饭，咱也得做个饱死鬼不是？闭嘴！废气直线，哪里来的白面和五花肉？这肉里肯定有蒙汗药，先用香气麻痹你，吃下去立马七窍流血。你不买拉倒，别在这儿败坏我的名声。城管大队就在街头，信不信我吹哨子喊他们抓你？老板息怒，我这护院脑子有点着。我问你，这平阳县不是10天前刚被悍匪洗劫屠城了吗？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卖肉夹馍？屠城？哎呦喂，这位客官，你是在哪儿听的书啊？咱们平阳县连个小偷都没有，哪来的悍匪？没有悍匪，不可能。州府的公文白纸黑色写得清清楚楚，平阳县盗匪猖獗，民不聊生。哼，又是青州那帮狗官在放屁。我告诉你吧，以前咱们这儿确实穷，但自从林大人当了县令，大伙儿都有活干了。只要去厂里拧2个月劳斯，能赚到过去种地3年的钱，谁还吃饱了撑的去当土匪啊？拧螺丝工厂？你是说
这满城的繁华，那些冒黑烟的高楼，全都是你们县令林默弄出来的。那可不，林大人可是天上下凡的财神爷，咱们不仅有肉吃，家里还安了自来水。行了行了，你到底买不买？3文钱一个，不买赶紧让开，后面还有工人等着买早饭去上工呢。3文钱，这么大的白面肉饼只要3文钱，京城里的白面馒头都要5文钱一个。老板，给我来10个，不，来20个。少爷，这平阳县真是邪门了，这肉饼比御膳房、比京城第1大酒楼做的还香。咱们干脆别回去了，就在这儿安家吧。闭嘴，吃都堵不上你的嘴。这平阳县令林默，竟然让城里连个乞丐都没有，这百姓穿的衣服，连一块补丁都找不出。他到底是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银子？一得一，一二得二，二二得四，二三得六。主子您听，这是兵力部署。平阳县果然是龙潭虎穴。你这榆木脑袋给我让开，那是算术，大越朝户部用来核算钱粮的算术。三三得九，三四12。怎么可能？这是连算之法。我大元朝最顶尖的算术博士也需要借助算盘。小丫头，你刚才嘴里念的究竟是什么口诀？是谁教你们的？这叫99乘法表，是我们平阳学堂的启蒙课本呀。林大人说了，连乘法表都不会背，以后去厂里打工，连计件都算不明白。启蒙课本，此等高深算术，竟只是幼孩的启蒙之物。哼！主子，别听这2个丫头胡说八道，这世上哪有这么神奇的口诀？定是他们死记硬背了这几句，拿出来糊弄外人的。闭嘴！小丫头，我来考考你，若是村里有7户人家，每户人家缴纳8斗米，那一共是多少斗？陆征，你立刻给我算，算不出来，扣你3个月俸禄。1户8斗，2户是16，3户是7、8、56，一共56斗米。这位大叔，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要掰手指头算吗？你真笨。7、8、56，脱口而出，毫无停滞。户部尚书那个老东西，算这笔账要半炷香的时间。他这几10年读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你们是不是没上过学堂呀？林大人说了，平阳县的夜校就要开课了，不要钱就能进去学认字和算术呢。你们是说，这城里所有的百姓，贩夫走卒、黄口小儿，都能学算术？那是自然。不信，你去广场那边看看，张屠户杀猪的时候还在背加减法呢。这林默到底要做什么？走，我要亲自会会这林默，看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主子小心，这声响必是地底锁着妖兽，正在撞击大阵。少爷，咱们赶紧跑吧，妖怪要把咱们生吞了！慌什么？光天化日之下，哪里来的妖兽？你且看周围的百姓。哼，哪儿来的外乡人？老人家快逃！妖兽即将现世，你竟然还在这里说风凉话！这冲天的轰鸣声，你难道听不见吗？什么妖兽？那是俺们平阳县的炼钢高炉，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老人家，你口中的高炉，可是用来冶炼生体的炉子？这炉子为何发出如此巨响？生铁算个屁！俺们那是炼钢，一天吐出来的钢水比你们整个州府1年打的铁都多。那火光晚上映的半边天都是红的。1天输产的钢水，抵得上1周全年的产量，这怎么可能？大元朝的铁匠日夜捶打，也做不到这般地步。林默的手里到底掌握着何等神器？让一让，前面那个拿剑的，赶紧把路让开！
你这人是不是耳朵不好使？找死啊！挡在马路中间，没点交通安全意识吗？陆征，你刚才看清了吗？那是什么坐骑？浑身玄铁打造，只有前后2个铁圈。属下看清了，那怪物没有一丝内力，那鸣捕快只是双腿轻轻踩踏，那铁圈便能载着他日行千里。少爷，那铁圈子会会跑，这是鬼抬轿，这是纸扎的阴马呀！睁大眼看看清楚，青天白日底下哪会有鬼马？唉，真是3个可怜的傻子。那是咱们林大人发明的自行车，靠链条转动的。去，别在这儿挡道，我还得去厂里上工呢。只要人力踩踏便能疾驰如风的铁马，一天能产出1州之铁的钢铁巨炉。走，去找林默。少爷，刚才吃了肉饼，但没喝水啊！奴才这嗓子眼都快冒烟了，再不找口水喝，怕是走不出这平阳县了。主子，不可久留，5层高楼里路坐床，水晶为灯，以逾越礼制，堪比皇宫。那林默狼子野心，定是想谋反登基，咱们这是误入贼窝了。你仔细看看周围，哪有反贼会把皇宫大门敞开，让城中的贩夫走主、平民百姓进来喝茶歇狗的？先找个位子坐下。3位客官，咱们御仙茶楼1到5层全天供应，各类茶点、冰饮、小吃应有尽有。这位小哥，我们走南闯北也算见过些世面，不知贵店可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绝佳饮品？价钱不是问题。这位爷一看就是个私生人，咱们平阳不讲究什么天价贡茶，要说招牌，当属珍珠奶茶。要不要给3位来上3杯尝尝鲜？珍珠奶茶？你们竟将东海出产的珍珠磨碎了掺进茶水里售卖？如今大渊朝国库空虚，多地逢灾，这等奇珍异宝怎能如此挥霍？这位爷您误会了，珍珠是用木薯粉和红糖搓出来的粉圆，煮熟了黑黑亮亮，像珍珠一样，嚼起来劲道的很。3文钱1大杯，好喝又不贵。3文钱？这么气派的楼卖的甜水只要3文钱？小哥，快给我来一杯。那个，我从小就馋甜的，能不能多给我加点糖？我多付你半文钱。加糖还要钱？你当俺们御仙茶楼是什么黑店呢？那罐子里装的就是白糖，免费，想加多少加多少，管够。入口即化，纯甜无渣，这等成色，比番邦岁贡的极品青盐还要纯净100倍。在京城，权贵们为了1两粗糖都要豪掷千金。主子，天下岂有免费的稀世珍宝？这绝对是迷魂散，林默定是在里面下了控制人心的西域蛊毒。少爷，这毒药太甜了，要是天天能吃上这甜毒药，奴才下辈子来平阳县当差。前2年谁敢想啊，这白糖都是宫里贵人吃的。可不是，咱们这糖是林知县自己造的，5文钱能买1斤。上个月我娘咳嗽，还去药店免费领了止咳糖浆。大渊朝廷上下为了几口饱饭几两粗盐，算计的国库见底，百姓一子而食。可在这偏远穷县，高价白糖竟任由百姓利用。林默，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大渊朝的天下为何不能如这平阳县一般？夫子，且慢动手。少爷，怎么了？这茶水里难不成被人下了药？你且看这装茶的器皿，通体澄澈透明，毫无瑕疵，光影流转间宛如无物。这是西域诸国进贡的极品水晶琉璃盏，这般大小，这般成色，在京城那是价值连城的国宝。主子当心，若是不小心磕碰，
那林默便能以此为借口，名正言顺的将咱们扣押问罪。什么极品琉璃盏，还敲山震虎，这玩意儿叫玻璃杯。咱们平阳玻璃厂的流水线一天能烧出几万个，2文钱就能买3个，摔碎了听个响都不心疼，谁有闲工夫讹你们？2文钱买3个，这等巧夺天工的神物，竟被当成粗瓷泥碗供百姓日常使用。这茶汤里竟然有如此浓郁的牛乳芬芳，而且没有一丝腥膻之气。小哥，牛乳极易腐坏，在此等偏远之地，要保持牛乳如此新鲜，难道是动用了800里加急的真马驿站，日夜兼程运来的？还800里加急呢！咱们城北新建了3个现代化奶牛养殖场，产的奶多得喝不完。林大人说了，强身又健体，这东西便宜得很，比白菜也贵不了几文钱。家家户户都能喝上新鲜牛乳，大院的百姓遇上荒年连树皮都吃不上，这日夜批阅奏折，自诩勤政爱民，却连百姓的一口饱饭都给不了。可在这里琉璃作碗，牛乳如水。走，结账，随我去县衙。我今日定要当面见见这位林默，哪怕是求，我也要求得这造福万民的神迹。客官且慢，不如先上5楼，观赏平阳县的美景。我家主人还有更重要的事，没工夫观景。楼上的景色是这位客官做梦都想看到的盛景。这不是幻想，竟然是真的。这平阳县外竟藏着如此规模的千顷良田。老天爷，这得磨出多少白面，这能蒸出多少大馒头啊！少爷，若是能把这些麦子全运回京城，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至少能安稳过个冬了。3位外乡人看傻眼了吧？没见过咱们平阳县培育的林氏1号优质冬小麦？这位兄台，在下走南闯北，也见过江南的良田。敢问小哥，窗外这优质小麦，1亩地能产出多少？不多不多，保守估计，今年亩产1200斤还是有的。1200斤，江南最上等的良田，精心侍弄1年也不过亩产300-400斤，3倍于江南。这常年受灾的边陲之地，如何能产出3倍于江南的粮？满口胡言！我陆征也是乡下长大的，若是麦穗太重，遇风必倒。1200斤的产量，那麦秆得长成什么样？你这刁民，竟敢蒙蔽我家主子！你那是土法种田，但如今改良了品种，培育出矮干小麦，节间紧凑，重心极低，再加上科学施肥灌溉，麦秆坚韧挺拔，风吹不倒，雨打不折，上面结的麦穗颗粒饱满，你这莽夫自然没见过。矮秆品种，科学培育，若你所言非虚，若这法子能推行天下，我大元朝将再无饿死之谷，再无一子而食之惨剧。主子，不可听信此人一面之词，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属下这就去拆穿他的鬼话。不如让我来带你们去瞧瞧。下楼，我今日必须要亲眼看到这能救天下苍生的麦子。走！粒粒圆润饱满，这世上竟真有此等救命的神物。主子，这麦秆坚韧挺拔，节间紧凑，这般构造，难怪能承住如此沉重的宝穗。现在还觉得我在骗人吗？
敢问阁下，这等高产神脉究竟是施了什么通天法术才种出来的？没有仙法，要相信科学，这叫农业技术。能打出1200斤的产量，靠的是育种、施肥、灌溉、采摘。愿闻其详，这4步究竟有何玄机？第1步育种，选最好的种子杂交，让营养全长在麦穗上。第2步施肥，咱们用的是工业化造出来的尿素，庄稼吃得饱，1天1个样。即便肥力再足，遇上大旱之年，庄稼也得干死。这荒郊野岭，水从何来？第3步灌溉，看到那边的蒸汽抽水机没？烧煤的，管它天旱天涝，深井水直接抽上来，想怎么浇就怎么浇。靠天吃饭的时代早过去了。快跑！钢铁右手在吃庄稼了，这铁疙瘩把麦子全吞了。这是第4步，采摘。以前几百号农户顶着太阳割1个月，现在这铁抓子1天能平推几百亩，粮食脱壳直接进仓，1粒都不浪费。这世上竟有如此神器！靠天吃饭的时代过去了，如今人定胜天。好一个人定胜天！若我大元朝万顷良田皆用此法，这天下永无饿殍。少爷，救命啊！奴才的肚子里像是有把刀在绞，肠子要断了。福子，你怎么了？刚才在麦田里不还好好的吗？哪里疼？快指给我看。少爷，奴才肚脐周围疼得钻心，肯定是茶楼里那个白糖。天下哪有免费的好东西？那里面绝对掺了毒药。奴才贪嘴，这回是真要交代了。极品白糖，我就知道，价值连城的极品白糖怎么可能放在桌上任人免费与用？这分明是用来控制人心的慢性毒药！原来你这贼子在这儿等着我们，用那满城繁华迷了我们的眼，再用剧毒害人性命！快把解药交出来！什么穿肠毒药？他这症状就是肉夹馍吃多了太油腻，又去茶楼灌了一肚子冰镇奶茶，冷热交替加上暴饮暴食，引发了急性肠胃炎。别慌，吃2片药就好了，死不了人。急性肠胃炎，我从未听过太医院有此等病症。福子此刻痛不欲生，若不是中毒，怎会如此惨烈？太医院治不了的病多了去了，你们闪开，别挡着光，我给他拿药。这是何物？正面如琉璃般透明，背面却如白银般闪耀，这到底是什么装药的法器？住手！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装药之法，不用瓷瓶装药，却用这等非金非银的妖物包裹，这药丸定是毒蛊。大哥，你能不能别动不动就拔剑？这叫铝塑包装，防潮防变质的。这黄色的药叫调黄素，专治拉肚子和肠道感染。你再拿剑指着我，你这兄弟疼死在街上，我可不管了。陆征，把剑放下，让他喂。主子，万万不可！这药丸颜色如此妖艳，万一是毒上加毒，福子就真没命了。他若真要害我们，城门口的神秘暗器，麦田里的钢铁怪兽，哪一样不能将我们碾成齑粉？何须等到现在用毒？用人不疑，让他治。咽下去，闭上嘴，别吐出来，再忍半炷香的功夫就不疼了。不疼了，少爷，奴才肚子里那把绞肉的刀没了，刚才还一阵阵发冷，现在肚子里暖烘烘的。脉象平稳有力，
之前的气血翻涌之象竟荡然无存。陆大人，奴才不仅没死，还觉得肚子空落落的。少爷，前面路口是不是有卖烤鸭的？奴才想吃肉了。多谢阁下救命之恩，看阁下对这平阳县的神奇之物了如指掌。敢问阁下究竟是何人？在下平阳县令林默，陛下请起。大胆狂徒，竟敢窥探圣人行踪，周围定有埋伏，陛下小心！完了！微服私访第一天，地库就被看穿了。林县令，你是何时知晓的？从你们进入平阳地界的那一刻，就已经知道了。林大人手眼通天，敢问大人，刚才装那神药的透明器皿，能否一观？透明如冰雪琉璃，瞬间复原，薄如蝉翼。陛下，这绝非凡物。林大人，这到底是神兽的皮膜，还是哪座仙山的异宝？神兽皮膜，你们想象力太丰富了。这是塑料和锡箔纸，化工厂流水线压出来的包装材料，防水防潮。药丸装在里面，放个2、3年都不会坏。放2、3年都不会坏。林大人，你可知我大渊朝每年江南水患，北方大雪，朝廷送往灾区的药材大半都在连绵阴雨中发霉腐烂，无数百姓在疫病中无药可医，活活等死啊！若天下药材皆能用塑料包裹，无论狂风暴雨还是泥泞沼泽，药性皆可保全。这不仅仅是装药的壳子，这是能救大渊千万将士和无数灾民性命的护身符啊！说的没错，工业化生产的意义就在于把那些高高在上的救命东西变成普通老百姓兜里的便宜货。林大人，既然这么便宜，您看能不能赏奴才2百？奴才刚才吃了一口，其实还觉得这药医挺甜的。闭嘴！这等造福天下的神物，岂是给你当糖豆吃的？林大人，这平阳县朕今日算是彻底开了眼界。敢问大人，可否容我们在城中多留几日，好好见识见识这平阳的工业化？我说赵掌柜，一块塑料皮至于当成传国玉玺一样护着吗？看你们3个没见过世面又小心翼翼的样，也罢。今日本官高兴，带你们去见见我夫人，让你们开开眼，看看什么叫平阳县真正的无价之宝。林大人，这万万不可！男女有别，礼交大防。我等皆是外男，岂能贸然登门进入大人的内宅去见尊夫人？这实在与理不合。大人的好意，赵某心领了，但这内宅我们绝对不能去。什么内宅外宅的，脑子里装的都是些老掉牙的规矩。跟我走就是了，到了地方你们就知道什么是宝物了。大胆林默，你一个七品县令，竟敢私建后宫金屋藏娇，安置尊夫人，该当何罪？我的个亲娘耶！林大人，您夫人一个人住这么大个院子，这光打扫院子得雇多少丫鬟啊？林默，你在城外修路，在田里种麦，我还当你是千古难遇的治世能臣。可你看看眼前这座奢靡无度的琉璃宫殿，最好的工匠薄夫人一笑，终日劳作的百姓，你把天下最好的工匠、最贵的物料用来建这内宅薄夫人一笑，你对得起城外那些终日劳作的百姓吗？赵掌柜，收起你那套大道理，抬头认着字。学堂，这如天宫一般的建筑，不是你的私居？快！占场地！今天体育课要踢足球。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侵害李必崩，碳氮养佛孽。这便是你说的无价之宝。可你刚才明明说
要带我们来见尊夫人。我夫人苏婉就在里面，她不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官太太，而是这种学堂的算术先生兼校长。此刻，他正站在讲台上教孩子们算术。县令夫人不做内宅，竟在这学堂里给平民子弟当教书了生。这平阳县竟把全城最宏伟、最明亮的建筑留给了寻常百姓的孩子。赵掌柜，机器会生锈，粮食吃完了就没了。我夫人常说，真正的无价之宝是脑子。只有让这些寻常百姓的后代识字、学算术，平阳县的根基才永远拔不掉。大元朝廷错得离谱啊！权贵们将圣贤书奉为神物，束之高阁。可你林默竟让堂堂县令夫人抛头露面，做万千百姓的启蒙恩师。这满院的孩童才是大元真正的无价之宝啊！同学们，看黑板，这是我们今日要讲的核心，1元2次方程的求根公式。不要死记硬背，要理解它的推导过程。只要掌握了这个公式，以后咱们去农田规划沟渠的宽度，或者去工厂计算高炉的用料配比，便能得出分毫不差的数值。林大人，尊夫人这黑板上写的究竟是什么文字？形如蝌蚪，又似符箓的图迹，为何我一个字都认不出？赵掌柜，这叫阿拉伯数字和代数字母，那是数学方程式，不是让你们用来写诗作赋的，是用来解决实际计算问题的工具。怎么，看晕了？陛下，这定是失传已久的奇门遁甲阵法。这位林夫人绝非凡人，她正在向这些幼童传授绝世兵书。陆大人，什么兵书啊？奴才看着那字像是花卷儿。林夫人莫不是在教孩子怎么和面？闭嘴！不懂就不要在此信口雌黄，丢人现眼。谁来告诉我，如果咱们平阳县要修一个面积为100平米的方形蓄水池，长比宽多出10米，它的长和宽该定为多少？李铁柱，你来套用这个公式算一算。回苏先生，将长设为 x， 则宽为 x 减10，列出方程式为 x 减10等于100，化简后代入求根公式，取正数解，即可得出水池的长短。长设为未知之数，辅以图迹推演，一个平民孩童竟然能在这瞬息之间破解了工部的治水难题。怎么样，赵掌柜？我没骗你吧？这些孩子有了学问，将来进能入厂造机器，退能下地修水渠。翰林院，我大元最顶尖的白发大学士们，寒窗苦读60载，日日在朝堂上为了经史子节里的一句之乎则也争得面红耳赤。他们自诩满腹经纶，可若是让他们来算这水渠的宽窄，恐怕连个毛头小儿都不如。林夫人写下的几行字，比翰林院那些大学士一辈子写的文章还要高深莫测。这哪里是在教书，这分明是在给大元朝重塑天机呀！属下走眼了。这位林夫人虽手无缚鸡之力，但凭借知识，便能抵御千军万马。林大人，在下佩服。今日的课就上到这里，记得完成5道方程题。下课。先生辛苦了。林大人，尊夫人这一支粉笔胜过我大元100万雄兵。林大人，这学堂里竟是男女同堂授课。大元朝纵然是寻常百姓家，讲究的也是男女7岁不同席。你这般安排，竟还同桌而坐。陛下说的是，自古书院皆是纯阳之地，讲究的是心无旁骛。这般混杂，如何能读得进圣贤书？圣贤书？你们找找看，这教室里何来圣贤书？这4书5经呢？大元刻苦考的经史怎集？为何这满屋子的学童，桌上竟连1本都没有？少爷，这书上画的全是些绳子、木棍和铁轮子，
看着像是井边打水、磨坊拉磨用的物件，这上面连个教人尽忠报国的字都没有，这也叫读书啊！我承认你的化肥能增产，机器能省力，但治国平天下靠的是伦理纲常，是教化万民。你让这全县的孩童不分男女，全部放弃圣贤教诲，转去学这些百工之术。长此以往，百姓只知利益计算，不知忠孝礼义。这平阳县岂不是要沦为无父无君的蛮荒之地？赵掌柜，你到这儿来看看。你说圣贤书教人忠孝礼义，这我不反驳。但有句话叫“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大渊北边年年打仗，江南岁岁水患，老百姓饿得连树皮都啃光了。你跟他们讲知乎者也，他们听得懂吗？能当饭吃吗？你觉得这是百工之术？我告诉你，那烟囱里炼出来的钢，就是靠这书里的公式制出来的。那一天能收割1000亩良田的机器，就是靠这书里的工具造出来的。女童怎么了？在流水泉上，他们组装机器的手比男人还巧。只要能让大渊百姓吃饱穿暖，只要能造枪造炮，挡住北蛮的铁骑，男女同桌又能如何？天下之人一半是女子，若是只能相夫教子，又能发挥出多大的能力呢？俗话说物尽其用，人亦如此。这道题算出来了，如果将高炉的进风口扩大2寸，煤炭的燃烧率就能再提高1成，每天就能多炼出500斤钢水。对，先生说过，只有多炼钢，咱们平阳县才能造出更多的拖拉机。苍如实而知礼节，好一句苍如实而知礼节。朝堂列位诸公，日日在太和殿上引经据典，口若悬河地讨论治国之策，却拿不出1粒粮食赈灾，铸不出半斤好铁御敌。林大人，赵某今日受教了，这格物与代数，这课堂中求知若渴的学童，才是我大渊朝真正的国之栋梁啊！陛下，不能再看了，咱们必须立刻出城，调集青州3大营的兵马，将这平阳县夷为平地，绝不能让此等妖孽继续壮大。夷为平地？你要我调集大军，毁了这能产1000斤粮的麦田，砸了这能日产万斤铁的高炉，再把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童杀个干净？陛下糊涂啊！您难道没看出来吗？这林默手里有粮，足以养活10万虎狼之师。他有钢，随时能打造数万精良火枪。最可怕的是楼下那些学童，他们不读4书5经，不知大渊皇帝，脑子里装的全是林默教的格物与代数。这平阳县早就成了林默一人之国。是啊，他废除祖制，无视朝廷法度，将圣贤之书踩在脚下。若按大渊律例，这是图谋不轨，该诛9族，凌迟处死的乱臣贼子。可若是杀了他，大渊的百姓还要继续啃树皮，还要在寒风中活活冻死。江南的水患依旧无人能治，北方的边关依旧要被蛮族的铁蹄践踏。神脉，金刚天下第一的学堂，将士济民，扶大厦之将倾，旷世奇才。林默，你到底是乱臣贼子，还是旷世奇才？这天下到底是大渊皇室的天下，还是天下苍生的天下？陛下，奴才不懂什么天下不天下的，奴才只知道林大人给的药1文钱就能救奴才的命。这城里的百姓每个人都在笑，京城里的官老爷们天天在太和殿磕头喊万岁，规矩最大。可3年的时候，他们囤粮等着涨价，他们看奴才的眼神，连看条狗都不如。是啊，京城的百官磕头最响，却把国库掏得一干二净。林默连跪都没给我跪过，却在这荒山野岭硬生生砸出一个的太平盛世。哟，陛下在这儿吹风呢。平阳县的全景怎么样？看着还算震撼吧？
林大人，你有粮，有铁，有民心。赵某今日斗胆问一句：你的贱贱，到底想指着谁的咽喉？大渊的皇座，你想不想做？这要看皇帝可否愿意将天下归还于百姓。陆征，你听，没有辽民的哀嚎，没有卖儿贩女的哭喊。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在这大渊的土地上看到了盛世之情。陛下，林县令虽行事乖张，无视礼法，但这治世之才确实冠绝古今。若大渊处处皆如平阳，何愁天下不兴？陛下，青州安隐卫加急密报。5000悍匪，5000悍匪，离县城已不足30里。我的亲娘哎！这平阳县连个城墙守卫都没有，大家都在厂里打铁种地，这要是杀进来，咱们全得被剁成肉泥呀！5000人，整个北地7州所有的土匪山贼加起来，也凑不出5000轻壮。他们打着什么旗号？手持何等兵器？回大人，对方打着黑风寨的旗号，但探子拼死查探。发现这群人步伐整齐，进退有道，手里拿的根本不是土匪的破砍刀，而是青州大营制式的金刚长枪和连发重弩，甚至还推着几架攻城用的巨型撞车。狗屁的黑风寨，那是青州知府的卫戍大营，吃着皇粮的官军。陛下，属下全明白了。兵部之前上的折子说平阳已被屠城，可见这城明明好好的。琼州知府这是见财起意，想假扮土匪，将这满城百姓真屠个干干净净，好把这些无价之宝据为己有，顺便坐实了兵部那份屠城的假折子。好狠毒的心肠！为了贪墨，为了掩盖他们的欺君之罪，竟然要屠戮这几万无辜百姓！这群丧心病狂的窃国之贼！林默在这穷山恶水之地，耗尽心血才建起这座盛世孤城，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毁了它！陛下息怒，平阳县全是一帮种地打铁的百姓，林默就算会些奇技妖巧，也挡不住5000披甲兵的冲杀呀！跑！我若是跑了，这金色麦浪，这炼钢高炉，还有学堂里那些未来的国之精良，全都要化为焦土。我这个皇帝还有何颜面对天下苍生？立刻去找林默，我要亲眼看看他这位平阳父母官敢不敢跟朕一起硬夯那5000头恶狼。少爷，这是什么怪物在叫？这是警示的号角，陛下，快看城外！铁甲连环，步盾合一。陛下，这绝对是青州大营最精锐的重甲营，他们这是要将平阳县寸草不留啊！下面的人在干什么？敌军距城不足2里，为何还不关闭城门？拉起吊桥！轻功好，快跳下去把城门关上！各单位注意，防空警报测试结束，按原计划进入1级战备状态。化肥厂1车间不要停工，继续生产。林默，你疯了吗？敌军已经兵临城下，5000虎狼之师转瞬即到，你为何大开城门，毫不设防？你难道要用百姓的血肉之躯去堵着钢铁洪流吗？林大人，这城墙虽不高，但闭门死守尚能拖延半日，大开城门那就是引颈救主。关门？为什么要关门？城外5号矿区的运煤车马上就要进城了，关了城门，物流断了算谁的损失？炼钢炉要是熄了火，这5000个土袭赔得起吗？林大人，那是5000正规军，他们手里的重弩能射穿城门，长枪能捅穿胸膛。你满腹经纶，奇才绝世，可大渊的兵力绝非纸上谈兵可以抵挡啊！赵掌柜，
你是不是对兵力这2个字有什么误解？在平阳县，我不关门，是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冷兵器军队能活着走过这条路。民兵第1大队，马克星机枪阵地解除保险，等他们进入500米射程，不用请示，自由开火。陛下，快走！这林默连城门都不关，分明是失心疯了。贼军势大，属下今日便豁出这条命，拼死为您杀出一条血路，活着回京。胡闹！你仔细看看城下，那5000重甲步兵宛如铁壁铜墙，你单枪匹马跳下去，瞬间就会被踏成肉粘，我岂能留你一人送死？属下练剑30载，今日正该以死报国。只要能替陛下挡下几根长枪，拖延半炷香的功夫，属下死得其所。小福子，背上陛下，赶紧顺着后城墙的马道跑。陛下，陆大人说的对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奴才容后，奴才也留下来给您挡刀，您快跑吧。闭嘴！我跑了这满城百姓怎么办？今日要死，便死在一起。这就是你引为傲的底气！这群连盔甲都没有的农家汉子，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烧火棍吗？林大人，这铁棍既无刀刃，也无枪尖，你莫不是指望他们拿着这东西跳下城去敲打敌军的重甲塔盾？就算力大无穷，也砸不开那身金刚铠甲。敲打？那太费体力了。对付下面那些拿冷兵器的土鳖，用不着下去肉搏。荒唐！这等奇技窈窕，连敌人的铠甲都蹭不破。陛下，莫听他胡言乱语，咱们快走！全体都有，3段击阵型准备，子弹上膛，保险打开，全都给我把眼睛贴在标尺上，瞄准底下那帮戴铁帽子的。林默，他们冲锋了！别装神弄鬼，属下这就下去斩了敌将的狗头！站着睁大眼睛看清楚，什么叫时代变了？开火！第1排推下推壳，第2排上前，开保险，打！陛下，快捂住耳朵！这铁棍里喷出来的竟然是天雷，他们竟然能将天雷塞进这细管子里！陛下，奴才的耳朵要震聋了，这动静比京城过年放的冲天炮还要响10000倍啊！马克沁机枪组压低标指，别打人，全给我照着他们的头盔打！开火！连绵不断的火折！林大人，你这到底是什么法器？他吐出来的火苗竟有1尺多长！我没死，我身上没窟窿，可铁甲全碎了呀！打不赢的，打不赢的！这是天上雷公爷的法器，老天爷在拿雷劈咱们啊！别打雷了，咱们投降，咱们不打了！不杀一人，却让5000虎狼之师肝胆俱裂，跪地求饶。铁疙头根本不是寻常兵器，这是能定乾坤断生死的神仙手段。什么排兵布阵，在这等力量面前，不过是3岁小儿的泥巴戏。都给我站起来，别磕头了！你们摸摸自己，流血了吗？断胳膊缺腿了吗？全都没事。弟兄们，别被这障眼法骗了，这妖人根本杀不了咱们，他们没招了，给我捡起刀枪，继续冲锋！先登城头者，赏金10000两！不知死活的狗贼！陛下，您看，这群贪狼根本不知感恩。林大人，您刚才那连发的暗器，莫不是击鼓用尽，
里面装的雷火已经打空了。陛下，这帮瘪犊子不要命了！刚才那铁管子都没把他们吓跑，这回咱们真的被剁成肉酱了。林木，你不该手下留情啊！这些军贼已经被贪欲蒙了心，他们以为你的法器是徒有其表的幻术。如今敌军重整旗鼓，距城门不足100步，这该如何是好？不知好歹的蠢货！本官只打烂你们的铠甲，是心疼城门外刚铺好的4车道水泥路，怕你们的脏血糊在上面洗不干净。既然非要急着投胎，老子成全你们。二营长，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给老子拉上来！弟兄们，把家伙事儿给我推上去！意大利，这是神兽的名字。这铁罐子竟比城门楼的横梁还要粗壮，难道这也是用来喷吐雷火的法器？陛下，这铁管子如此巨大，若是里面也装满了那种连发的天雷，一瞬间喷发出来，别说城下这5000人，就算是一座大山，怕是也要被生生轰塌呀！炮弹上床，标比校准，高低角负15度，直瞄射击，目标锁定了贼将的大旗，请求开炮。既然他们觉得不流血不过瘾，开火，给我把他们轰成渣！姓林的，弄个大铁桶子就想唬人，老子躲在这100年大榕树黑头，你那装神弄鬼的雷火暗器，连块树皮都啃不破，有种你开炮啊！张二营，既然他有这种要求，成全他。哈哈哈，得令，弟兄们，捂耳朵，走你！这老松树乃是铁骨松，刀劈斧倒都不留痕，老子就不信你那妖气还能连着发威。张二营，给他剃个头，记住别伤了咱们的水泥路。俺办事您放心，这就给他剃干净。我不信苏树英你能打折，我不信柳树你也行，柳树可是软的，老子躲进这万千柳路口头，你能奈我何？软的？既然他想试试这意大利炮的柔韧性，给他安排上。俺懂了，给他来个以刚克柔。娘哎，我不躲了，我不躲了！少爷，你快看，那贼头子躲到小树苗后头去了，那树叶连他的大屁股都遮不住。哎呦，他的裤裆还在往下滴水，吓尿了。这黑铁巨柱究竟蕴含着何等毁天灭地的伟力？真的金钟罩还不如那树皮。这意大利炮若是打在京城的城墙上，那几丈厚的夯土墙岂不是像豆腐一样被轰塌？别开炮！别开炮！我投降！爷爷们，我错了，别拿雷劈我了！张二营，带2个弟兄下去，把那个尿裤子的给我绑上来。其余人打扫战场，把这些破铜烂铁全拉回高炉，重新炼钢。林大人，这意大利炮能否也让赵某摸一摸？这等能够荡平天下的国之重器，赵某今日若是不能亲手抚摸一番，死不瞑目啊！林大人，属下不练剑了，您教教属下怎么拉那根绳子吧。属下想拜这大炮为师。这位壮士，张兄弟，张大哥，你干啥？刚才不还叫唤着要拔剑砍人吗？离俺的炮远点！刚打完3发，炮管子烫得很，了了你的皮，俺可不赔。张大哥说笑了，那是小弟有眼无珠，没见过世面。这意大利炮能让我摸摸吗？陆统领，武功再高也怕大炮，以后别动不动就拔你那破剑了。改天换上工装，跟着本官学学怎么测算弹道吧。放开老子！林木，你个区区7品芝麻官，竟敢捆绑朝廷命官！老子是青州大营的正3品统领，你敢动老子一根汗毛，老子扒了你的皮！青州大营的官军，官军不在驻地操练，扒了铠甲的标识，打着黑风寨土匪的旗号跑来攻打我平阳县。说吧，是谁指使你们来屠城抢劫的？抢劫？老子这是奉旨办事儿。姓林的，老子劝你赶紧把这些妖气交出来，乖乖打开县衙银库，
别怪老子没警告你，我背后的陛下你惹不起。哦，后台这么硬啊？说出来听听，看看能不能吓得本官尿裤子。竖起你的狗耳朵，听好了，派老子来的是当今大元朝的95之尊，是坐在太和殿龙椅上的皇帝陛下。一派胡言，满口喷粪！当今圣上何时下过屠戮平阳县的密旨？你这贼子死到临头，竟敢伪造圣旨！哼，你算个什么东西？老子告诉你，那平阳县富可敌国，银盐白糖如山，琉璃器皿满地。皇帝老儿早就眼红了。放肆！你这反贼，竟敢当众辱骂皇上！骂他怎么了？那小皇帝在京城穷得连太监的利钱都发不出，听说平阳县富庶，让咱们假扮土匪，将这平阳县杀个鸡犬不留，好把那些白糖琉璃全拉回京城，充实他的内库，去修他的避暑行宫。当今圣上忧国忧民，日夜批阅奏折，为了节省国库，自己都节衣缩食，他怎么可能下旨屠杀自己的子民去修什么避暑行宫？忧国忧民，哈哈哈哈哈！那小皇帝就是个昏庸无道的暴君。林默，密旨老子亲眼见过，你今天要是杀了我，就是诛九族的大罪。赵掌柜，原来皇帝是个昏君。老子告诉你，就算你今天踢死我，也改不了那小皇帝气数已尽的事实。当今皇上算个什么东西？毛都没长齐，就想号令天下，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大元朝的江山早该给瑞王殿下退位让贤了。瑞王，皇叔，你说这屠城劫财的密旨，不是皇上下的，是瑞王下的。瑞要篡位！篡位，那叫顺应天意。瑞王殿下雄才大略，在朝中一呼百应。哼，只要拿到这批白糖和灵盐，京城大营的10万兵马立刻就会打出清君侧的旗号。那小皇帝就等着在皇宫里上吊吧！好一个清君侧！原来他们早就算计好了，要拿着满城百姓的血去染红瑞王的龙袍。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朕就是大元朝第9代君王赵晴。龙胆金牌，不可能！陛下不是在皇宫吗？大胆，乱臣贼子！圣上面前还不叩首！林默，朕今日只问你一句：你这火炮机枪能不能挡住大军？能不能帮朕把这些乱臣贼子轰成渣？10万大军，皇上，您太看得起冷兵器了。在热武器面前，100万雄师也不过是一堆会喘气的活靶子。张二营传本官命令，全县工厂高炉满载，兵工厂流水线全开，把咱们平阳县军械库里的存货全给老子拉出来！得令，保证让京情来的反贼们见识见识，啥叫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哈哈哈哈哈！好，林默，朕今日便封你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朕要亲自坐镇平阳，看你用这天雷地火给大元朝炸出一个朗朗乾坤！